全校公认的高冷校花，拒绝所有富二代的追求，却唯独在意我这个穷屌丝。见到我和别的女生亲密接触之时，她的内心总有一股莫名的不安，就像生怕老公被人抢走似的。可她却总是表现一副出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暗地里又悄悄偷听我的心声，害怕我真的会跟别的女生跑了。此时正趴在课桌上睡觉的我突然醒来，当我再次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时，我震惊了，我竟然重生到了高中时代。我没忍住内心的激动，竟然笑出了声，却被老师认为我是妄想症又发作，罚站到教室门口。当我再次见到前世的校花老婆苏洛里趴在桌子上，脸色有些苍白，手轻轻揉着肚子，突然她的脑海里传来声音，没想到我竟然重生了。苏洛里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她猛地抬头仔细寻找说话之人，可周围就像从来没有人说过话一般。难道真的是我听错了？苏洛里摇了摇脑袋继续听课，没想到她的脑海里再次传来声音，我的发量又变多了，再次吓得苏洛里一激灵。就在此时，她的同桌突然拍了拍苏洛里，你看站在门外的杨晨在干什么？苏洛里朝着教室门外看去，只见站在教室外的我，双手不断地摸着头发，脸上还充满了一副傻笑的模样。上一世我为了干事业，天天熬夜工作，导致发量变少，最终我成功了也变秃了。此刻我摸着茂密的头发，心中不由得笑了起来。刚好此时苏洛里脑海里再次传来一阵笑声，苏洛里有些不可思议，难道自己脑海里的声音是来自杨晨？此时的苏洛里再也没有心思听课了，眼睛总是时不时地瞥向站在教室门口的我。不经意间，我们俩来了个四目相对。老婆总看我干嘛？难道是现在就发现了未来老公的魅力所在？不对啊，我俩不是大学才谈的恋爱吗？我知道了，我就说他高中的时候暗恋我，他就不承认。苏洛里瞬间脸红了，这家伙在胡说八道什么啊？此时苏洛里才意识到，他真的能听到杨晨的心声。此时我的内心还在不断想着我与老婆的过往，这让苏洛里忍不住竖起耳朵偷听。我心里想着，是现在就和校花老婆在一起，还是等到大学？算了，还是不要改变原本的轨迹吧。而且结婚后大漂亮管我那么严，找妹妹按个脚都不行，我还是先潇洒一阵子，做回我的玉皇大帝。当苏洛里听到这些话后，气得将手中的笔都掰断了。这家伙真是臭不要脸，谁是他老婆？我才不会喜欢你这穷光蛋！这一生气让他小腹更痛了，他趴在桌子上用手捂着肚子，而这一幕刚好被站在门外的我看到了。原来他高中时就疼得这么厉害，当初我们谈恋爱之时，每次他肚子疼得受不了之时，都是我用手帮他按摩。苏洛里听到后更是羞红脸，直接站起来朝着门外大声说道，你能不能别说这些羞人的话？一脸懵逼的我一脸懵逼，只见正在讲课的老师直接怒气冲天朝着我走来，上课不好好听还调戏女同学是吧？于是我被班主任叫过去一顿训，还让我明天叫家长来一趟。一想到回家后我把这事一说，肯定会遭到爸妈一顿混合双打，不过能再次见到老爹老妈，心情还是好了不少。上一世老爹因肺病走得早，母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，而重活一世的我绝对不会再让这件事发生。当年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因为常年吸食粉尘得了肺病，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去世了。而上辈子我只是个白手起家的穷小子，让苏洛里多受了不少苦，所以这辈子即使我不想赚大钱，但是也得在大学毕业之前弄到一笔钱，一笔数额相当不菲的钱，那是把苏洛里从苏家拐走所必不可少的赎金。但是本钱从哪里来呢？此时的我将目光转移到苏洛里身上，要不从他那先整点启动资金。说起来我老婆很有钱啊，她在上高中之时就买了套学区房。此时苏洛里瞪大眼睛，满脸不可思议，这家伙居然打起我小金库的主意。不过他是怎么知道我有这么多钱？这件事就连我最好的闺蜜都不知道。难道他真的来自未来？不可能不可能，我未来怎么会看上这个人？此时苏洛里脑海中再次响起了我的声音，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抓紧想个办法说服大漂亮投资才行。此时我突然站起身来，似乎是想出什么不得了的计划，直接朝着苏洛里走来。大飘，苏洛里。苏洛里面无表情地回了一个字，滚。好嘞，果然还是太唐突了。放学后苏洛里正在自己位置上默默地收拾书包，见到我还没走，苏洛里心里想着，这家伙还没死心，还想打我小金库的主意。苏洛里收拾好书包后就气呼呼地离开了。可当他刚走到教室门口，脑海里再次听到我的声音，对了，今天是1月4号，那明天大漂亮的爷爷不是会突发心梗翘了？苏洛里瞪大眼睛，难以相信。此时我准备提前跟大漂亮提个醒，可当我走出教室后，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。没办法，我准备回家后上网和他说，可我刚到家就被老妈一顿揍。原来班主任已经将学校的事打电话告诉了老妈，老妈边打还边骂着，你现在都敢调戏女同学了，我可真是冤枉啊！明明是他上课在偷看我，现在却倒打一耙。但是想到她是我未来的老婆，我也就不再跟她计较了。此时我来到隔壁二叔家，准备借用电脑登上那个熟悉的聊天软件。那时候的电脑还非常落后，我捣鼓了半天才开机。当我上号后，竟然发现自己的网名叫你不懂得爱，
原来我那时候就已经这么潮流了。我赶紧改了一个普通的名字，然后打开班级群和苏洛里聊天。小苏同学，我听说你爷爷心脏不太好，可我想了想，觉得这样说不太合适，毕竟我们现在还不太熟悉，这样说他肯定不会相信，说不定还会怀疑我是故意找借口搭讪。于是我重新组织语言，再次输入在聊天框。而此时的苏洛里已经回到房间，躺在了床上，回想着在学校发生的事。他虽然和我是同学，但是这2年一直没有太多交集，但是我却知道他许多的秘密。这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的真实，不像是瞎编的。此时苏洛里越想越脸红，他开始胡思乱想着，假如杨晨说的是真的，那么爷爷明天会不会真的出事？苏洛里决定明天无论如何也要照顾好爷爷，毕竟爷爷可是家里最疼爱他的人。此时苏洛里打开电脑，刚好看到我给他发的消息：小苏同学，明天下午有时间吗？咱俩见个面呗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。明天下午2点，在你家外面的凉亭，不见不散。杨晨平白无故找我约会，难道是要跟我表白了？这可怎么办？人家还没有做好准备呢。况且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，你约我，我就一定要答应你吗？先晾着再说。第2天，苏洛里一直陪在爷爷身边，他还是比较担心，万一杨晨说的话是真的。可是他内心还想着约会的事，他还在纠结到底要不要答应去约会。好像杨晨今天还要向我表白。不知不觉间，苏洛里的脸已经羞得绯红。而此时坐在一旁的爷爷发现了苏洛里的异样，眼光毒辣的爷爷一眼就猜出了苏洛里的小心思，是哪家小子被我宝贝孙女惦记了？才没有，爷爷你可不能乱说。只见爷爷摆手道：你去忙你的吧，爷爷我一个人刚好清静清静。此时苏洛里想了想，还是觉得去见杨晨一面，至少能再次听听杨晨的心声，好了解一下爷爷的更多事情，以及发病时间和地点，才没有其他想法。苏洛里说道：只是一个普通同学找我有事，那爷爷我先去了。爷爷看着心虚的苏洛里，笑着摆摆手。在苏洛里离开后，爷爷也准备出去透透气遛遛狗，要不然这身子都要生锈了。此时我已经到了约定好的地方，就在他家附近公园的凉亭里。我刚到这里没一会，就听见远处传来苏洛里的呼喊声。我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位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孩正向我招手。大漂亮今天打扮这么漂亮，看来她真的很期待啊。虽然是个小矮个，但是我老婆真可爱啊。听到我的心声后，苏洛里两眼微眯，脸颊不经意间变得微微羞红，才没有刻意打扮，平时在家里就这样打扮，还有谁是你老婆啊？苏洛里心里暗暗反驳着我。只可惜这飞机场，将来也没啥变化。再次听到我的心声后，苏洛里都快要气炸了。人家明明就不小，这家伙是来表白的还是来气我的？他勉强的挤出一抹笑容，向我打招呼：杨晨下午好啊。而此时的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，没注意到苏洛里打招呼。我瞥了眼苏洛里平整的衣襟，略感无趣的挪开视线，轻叹了一声。苏洛里瞬间无语，只见他那肉嘟嘟的小手已经握紧拳头，悬挂在半空中，一记漂亮的直拳出击。这一拳打在我肚子上，差点没把刚喝下的可乐给吐出来。没想到第一次约会就被打。苏洛里羞红的小脸蛋气鼓鼓地说道：你往哪里看啊？懂不懂礼貌？还有，我才不是为了见你才特意打扮的呢，我平常就这样穿的。我内心暗自吐槽，大漂亮怎么变得这么傲娇了？以前可没有这样。虽然苏洛里不明白傲娇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他知道这肯定不是什么好词。此时我有点懵逼，明明我什么都还没问，大漂亮就已经提到她的衣服，是想引起我注意，让我夸她吗？苏洛里可没有这个意思，她真的好气，但是又不能告诉我她能听到我的心声。苏洛里没好气地问道：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苏洛里已经猜到杨晨可能会表白，他已经做好准备了，只要杨晨一开口表白，就狠狠地拒绝他，绝不留半点情面。而此时的我不急不慢地打开书包，苏洛里心想着，看看我会带来什么礼物表白，说不定还会有情书。可当我打开书包之时，苏洛里傻眼了。